国产 VR 射击游戏《雇佣战士》系列续作《雇佣战士对决》正式在今天3月1日开启免费公开测试，所有 Steam VR 和 Quest 2、Quest Pro、Quest 3玩家可以直接参与并进行跨平台的对战。测试时间将在3月1日至3日、3月8日至10日和3月15日至17日连续3个周末进行。雇佣战士对决是一款 VR 吃鸡游戏，游戏地图有16平方公里的面积，常规一局人数满员是45人，也有测试过60人的情况。游戏是自动匹配，支持国内网络直连，3人为1小队。当然，你可以选择独立游戏和邀请朋友组队，或者直接跟其他陌生人随机搭配进行战斗。游戏在这2个月的测试期间，已经赢得了海外各大 VR 游戏博主的一致好评。我个人也是参与了最早的 A 测和上个月的分测，我的判断是这个游戏光是现在的测试版本就已经成了，绝对是今年的爆款 VR 游戏之一。可以说，《雇佣战士对决》碾压了之前其他的 VR 吃鸡游戏，无论是游戏画面表现、地图规模，还是游戏内容的丰富度，都堪称是绝对的力作。即便是在 VR 一体机上玩起来，也已经优化的极其到位。对比起原版《雇佣战士对决》，在玩法上新增了每日合同奖励、蓝图制造、自定义皮肤配件、核心的战术工具、物资购买站等等，所以初进游戏的朋友肯定是需要一阵摸索才能玩明白。尤其是测试阶段，中文语言还没上，要等正式上架才有中文，所以接下来我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快速的带着大家过一遍游戏的框架，希望大家周末上线游戏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我们首先来看《雇佣战士对决》在 VR 一体机上的画质表现。我这边是以 Quest 3为例，它在 Quest 3上面的运行渲染分辨率是最大2300×2400，但是它使用的是动态渲染分辨率。动态渲染分辨率的存在对整体游戏的运行的优化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就当你在地图加载或者说是跟敌人交火的时候，它的渲染分辨率会自动降低，然后等到这个场景稳定之后，又会迅速回到这个2300×2400。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在紧张的游玩过程中，你自己是注意不到这个分辨率在变化的。考虑到咱们这个吃鸡游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图，动态渲染分辨率的运用是恰如其分。默认情况下，游戏 CPU 和 GPU 的性能等级都是4级，然后它的固定注视点渲染等级是3级，能够保持原生的72帧。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快车游戏优化软件把这个渲染分辨率拉大，同时把这个帧率扩大到90。在你手动拉满这个 GPU 和 CPU 性能等级之后，应该是能够稳得住的。然后整体的画面风格，除了那些树木和一些植被不得不做的卡通以外，整体的建筑都是偏写实风格的。虽然这个写实风格的贴图呢，并没有那么的逼真，但是你想想，这可是一款在 VR 一体机上运行的45人的吃鸡大地图，这个学巨人团队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画面表现力，已经是非常的难得的。因为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塔布尔幽灵》在 VR 一体机上的画面，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还有就是Quest 3的这个渲染距离比我预期当中呢要远得多，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空中的时候，我放眼望去，只要目之所及的距离，你都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一定的渲染存在。一体机的绘制距离跟 PC VR 的绘制距离是一样的，也就是并不会有因为 PC VR 的性能好，它所看到的那个距离的远处会比 VR 一体机的远。唯一有点问题的话，就是这个 LOD 级别啊，就是在有些场景你人到位了，它的这个模型才刚刚完整的弹出。不过这也是少部分的情况，基本上你在地图里面距离一个建筑物或者树木10到15米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模型就已经达到了它这个最高面数的规格。然后可能部分朋友会比较容易去关注这个枪模的质量，你会感觉它的这个质量有点时高时低的，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并不是什么 bug。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游戏里的这个枪械库，你可以看到我从这个面板上拿下的这把枪，它的表面纹理是带有这个反射效果的，而且它的这个模型的分辨率也特别高。这个时候枪模的整体的质量水平不是最高的，同时它也远远好于雇佣战士里面的枪模水平。但是当我跑到这个靶场这边之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现在先把 AK 上面的这个弹夹给拔出来啊，大家仔细看，我这个弹夹现在也是有反射效果的。现在我把弹夹收回去，再重新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弹夹顿时就没有这个反射效果了，它的这个纹理马上就粗糙了。同理，我现在把枪收回去再拿出来，我这把枪顿时也没有了这个表面金属这个反射
光亮亮的效果。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明显感知，当你来到靶场之后，你的枪械自动的这个纹理贴图就降级了。大家现在看我这个手套也是能更明显的去分辨啊，就到了前面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是纹理特别粗糙，越接近中央这个房间这里，它的模型精度慢慢的提高，这其实就是开发者在优化的时候对于一个性能资源的一个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你进入游戏战斗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手上的枪模的质量不如你在基地看到质量高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进入游戏之后这个个人基地的一些功能。中央这里呢就是一个靶场，你这里可以自由的拾取一些枪械以及使用它们的一些配件。在后面的建筑物里面有不同的自定义的区域，中间这部分是解码你在游戏里获得的一些芯片，有绿色芯片、蓝色芯片和白色芯片。解码出来之后，你会获得不同的蓝图，这些蓝图有类似于枪械皮肤、人物皮肤，相当于是你在游戏里获取的一些奖励。这些奖励呢是需要你用游戏货币去解锁的。然后直走这边是枪械库，枪械库你可以浏览自己已有的一些枪械皮肤。这里面除了枪械皮肤你可以得到以外，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涂鸦，你可以在已有的皮肤上面再添加不同的涂鸦。除了涂鸦，你的枪械还可以搭载不同的小配件，这些小配件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挂了一个小酒瓶，当你拿起枪的时候，当你甩动的时候，这个小酒瓶也会跟着动的。不仅如此，你枪械的一些配件也是有不同的皮肤定制。我也是希望这些皮肤未来能够赶紧的同步更新到这个咱们原版的雇佣战士里面。接着我们走向2楼，这边是对你的核心战术工具 Mica 以及你的个人皮肤做一个自定义。这个 Mica 是在游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啊，它的功能非常的多，你掌握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我们会在视频的后半段详细去讲述如何去使用 Mica。接着在大镜子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些人物皮肤，这里的人物皮肤也是相当的多。我也相信在后续它会跟这个雇佣战士的原版同步这个人物皮肤。接着我们从2楼跳下去，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刚刚忘了说，就是在枪械库的旁边是你的个人资料，这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人物等级，然后不同的人物等级可以获取的不同的奖励。左边这边你还可以更改自己在游戏里的一个海报，其实就是类似于头像吧，你可以把它更改掉。这些海报呢也是你在游戏里要通过奖励来解锁的。接着是游戏的菜单啊，你可以按这个 B 键或者 Y 键打开，这跟雇佣战士原版是一模一样的。在菜单页面，我们可以快速的在不同的自定义区域直接去转换，不需要像我们刚刚那样要自己手动的在那里跑来跑去。接着是直接跟游戏战斗部分有关的一些菜单设置，在左边你可以看到是你的雇佣合约。你在每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可以先把3个雇佣合约给添加进去，这样你在比赛过程中，比如说你要使用多少次的护甲，或者说翻越多少个窗户，都会获得不同的奖励。这些奖励包括经验值以及这个游戏货币。然后在菜单的右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服务器区域，咱们这边是可以直连的。我们选择 APJ 的话是相对应的延迟最低。这里录制的时候是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啊，是90毫秒的延迟。我之前最低是50多秒的延迟，然后是选择你自己的一个被动技能，每个人有3种类型的被动技能可以选择。比如我这里选择的第一个就是让自己开局直接拥有3000的这个金币，这样就可以让我在开局就直接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复活机会。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取号去选择啊。对比原版雇佣战士，现在吃鸡这个版本是直接有了这个匹配模式。我们右上角这个小勾选之后，就是默认3人一组。比如你是一个人进行匹配嘛，它就会默认把你跟另外2个人安排到一起。当然，如果你有好友的话，可以在右下角这边直接邀请他们跟你一起组成队伍，直接进行匹配。OK， 我现在先把它勾选上，等于我可以跟2个陌生人一起进行比赛嘛。我们点击匹配，一般来说，我们只要等待1分钟，就会把你直接跳进这个游戏里面。进入游戏之后，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比赛啊，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倒计时，还有5分多钟。然后参与进入这个地图的人数现在是38位玩家。按照规划，游戏一般是45个人的，然后我这边显示是60个人的满员，是因为开发者这2天在测试一下60人的比赛表现会是什么样的，但正常来说是先会布置45人的一个模式。这5分多钟的等待过程中里面，就像跟原版雇佣战士一样，大家反正团队竞赛模式一样，随便的击杀就行了。游戏地图很大，但是它没有载具，所以开发者想了一个很聪明的东西，就是用这个锁带进行传递。
然后你可以在空中使用这个滑翔伞快速的去跨越地图。所以当你在游戏过程中你要跑毒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利用这个锁带飞到这个整个地图的最高处，然后再利用这个滑翔伞去滑翔。当你使用滑翔伞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把滑翔伞的2个拉带往前推就是加速，往后扯就是让这个速度降至为0，几乎是保持这个悬停的状态。只要你一松手就会快速的降落。大家要注意，这个游戏是存在这个坠落伤害的，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拉下这个滑翔伞。通常来说，就是等人数全都塞满了之后，它才会开始这个游戏。但是如果这个人员一直没有满，它就会必须等待这个倒计时结束才会进入游戏。等你进入游戏呢，就出现在飞机上，你和你的队员呢就是要互相商量从哪里跳飞机，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吃鸡的玩法。一开始的移动部分其实没什么好多说的，左边的摇杆就是移动，你可以在设置里面选择自动奔跑，这样可以加速你跑图的时间。右手柄向下呢，就是在跑动的过程中，然后进行一个滑行。摁下右手柄的摇杆就是跳跃，然后翻墙的话就是按住你右手柄的握柄按钮就可以进行翻墙。在可翻墙的位置，它就会出现一个按钮提示给你的。然后是如何使用枪械配件啊？当你拿起一个枪械配件的时候，枪身上就会出现一个亮点，你只要直接放到这个亮点上就行了。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拆卸配件啊！你现在已经把它给装上去了，你要把它拆下来呢，就是按住你左手的握柄按钮放到这个配件上面，这个时候它会就是直接印在那里，这时候你再按住你左手柄的 X 键才能把它给拆卸下来。接着是如何使用游戏里的各种道具啊，我们先把这些道具，比如说这个护甲，然后手榴弹还有这个绷带全都放到身体里面，它就会自动放进咱们的背包。接着大家低头看，在你的右胸这边呢是护甲、绷带这些恢复性的道具，在护甲和绷带之间进行切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手放在右胸这边，然后按住 A 键，这样就可以进行切换，然后拿出绷带给自己的手腕绑上去，就可以恢复这个血量。使用这个护甲的话，就是按 A 键切换到护甲，然后再拿起护甲一推，在你胸前一推，这样就可以恢复我们的护甲值。像烟雾弹、手榴弹这一类的道具呢，就会放到我们左胸前。同样的，我们把我们的左手放到我们的左胸前，然后按住 X 键，就可以在不同的这种攻击系的道具之间进行一个切换。由于这是一款 VR 吃鸡游戏啊，因为地图的面积很大，我们很难在这样的一个游戏地图里面扔准我们的手雷，所以游戏开发者增加了一个自动瞄准的一个选项。现在我已经拉开了这个手榴弹的拉环，然后我的左手向前一指，它会出现一个瞄准的红线，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直接丢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现在选定好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右手只要轻轻一甩，它就会自动飞过去，就不需要你自己用右手去控制这个力道。接着这部分就重要了，就是介绍大家如何使用这个麦卡。第一个就是使用主动技能，我们在游戏地图里会捡到一些像 USB 一样的一些功能道具，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麦卡里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麦卡上面有3个三角形一样的东西，现在就加载了我刚刚拿起的这个主动技能的 USB。我们可以通过按 X 键和 A 键来切换我们想要使用的主动技能。比如我这个就是放置一个替身来吸引别人的攻击，这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主动技能。再给大家演示第2个主动技能，这是一个火箭弹，我们把我们的 USB 插上去，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个三角形这边出现了这个火箭弹的一个标识，我们按这个 X 键切换过去，从地图切换到这个火箭弹，然后用我们的麦卡去瞄准地面的某个位置指向它，这时候我们再按下我们的扳机键，就可以指定这个位置射出这个火箭弹。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大范围的杀伤，尤其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USB 武器，就是说检测到敌人的存在时候，就可以远距离对它进行一个杀伤。麦卡除了插那个 USB 一样的东西以外，还可以插这个一个芯片，我们拿起麦卡把它插到麦卡的底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麦卡上面有一个进度条，这个进度条就是你在传输这个芯片，等这个芯片走到100%，就等于你上传成功，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基地去解码这个芯片。麦卡的第3个功能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箱子这边进行一个购买，这里的箱子分为蓝色、紫色和这个红色。我们现在蓝色这边其实一个医疗箱，我们可以在这边复活自己已死的队友，或者是给自己买一次复活的机会。像我个人经验中有钱的话，第一个要买的就是让自己能够保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在紫色箱子这边，我们可以购买一些常用的道具，比如说扩大我们背包的容量，扩大咱们的护甲值，或者说是一些绷带啊、一些治疗针，
以及 USB 这个主动技能。我们是不需要像我现在这样把背包从背后拿出来，再一个个放进去的，这样是放不进去的。其实你直接拿起这些道具往身上一甩，这个就自动收纳进去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橙色的就是增加你的护甲值啊。我把这个橙色的这个便携包拿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边的这个白色的是我的 HP 值，然后上面这个橘色的呢，其实就是我的护甲值。你最多有3条护甲值。我把这个橘色的这个便携包甩到身上之后，就等于多了一个护甲条。紫色的这个便携包呢，就是增加你的这个背包最大容量，每个人最多有12格的这个背包容量，同时每一格里面的物品都会有一个数量叠加，基本上是非常够用的。红色箱子这边就是购买一些武器的附件，比如说它的倍镜、它的一个握把，还有这个瞄镜。所以在游戏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你快速的把自己整体的状态补满。那以上这些就基本上是你进入游戏刚玩前几把需要掌握的一些要点。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的表演时间，因为这样的一个游戏真的是免费测试，是一个千载难得的机会，又是能够直接咱们国内网络直连。我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多邀请自己已有快车的这些朋友一起参与进来，大家玩游戏录屏多多分享，让这个游戏更广大的传播出去。因为作为一款吃鸡游戏，它的参与人数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也是在想它到底会定多少的价格。有一说一，作为这样一款吃鸡游戏，你很难说在1年之后它会不会变成免费游戏，因为你需要长时间有大量的新人涌入进来，保持一个稳定的在线人数，这样的游戏才会玩起来不会吃灰。否则大家玩了几个月之后，突然间人数少了，你也会觉得玩这个游戏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楼顶 VR 找个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的频道，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跟你联机玩 VR 的同好。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